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松鼠汉语，我是跳跳。在这一期的视频当中，不像以往一样有非常多的知识点，有很严肃的话题。我打算说一说中国的美食，所以是一节非常非常轻松的、有意思的课，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首先，我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我最喜欢的美食，也就是火锅。在中国不同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火锅，比如说北京铜锅、四川火锅、重庆火锅，还有潮汕地区的火锅，都非常的独特，各有千秋。但我偏爱北京的铜锅，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四川火锅和重庆火锅那么辣吧，但是我又喜欢吃有点辣的火锅，所以我觉得北京铜锅的辣度比较适合我。就像看到这些照片一样，当你看到火锅的时候，就会有强烈的食欲。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吃火锅的感觉，我会用爽这个字。就是那种感觉是你放下了所有的烦恼，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吃一顿饭，非常的爽。如果你有烦恼的话，就去吃一顿火锅吧。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吃2顿。说到火锅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你可以直接在超市里面买到火锅底料，拿回家，然后在水里面煮开，就可以自己涮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毛肚，毛肚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火锅的酸菜吧，火锅菜。我一般会涮的食物，比如说毛肚、黄喉，还有一些丸子，包括一些蔬菜，都是我经常会吃的火锅菜。其实我想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吃火锅的感觉是很爽之外，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温暖。火锅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温暖的。我经常和我的好朋友、我的父母一起吃火锅，吃火锅的时候总是开心的，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一说到吃火锅，那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这是开心的时刻。你喜欢吃火锅吗？如果喜欢的话，就点赞告诉我吧。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道我非常喜欢的美食是饺子。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也知道这道菜吧？饺子在北方非常非常的流行，甚至不能叫流行，应该叫经典，是一道非常经典的美食。我曾经尝试自己做过一次饺子，挺难的，要把饺子包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煮饺子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煮饺子需要放3次水，是有一定的技巧的，才可以把饺子做得非常的地道。作为一个厨房小白，我只能说，我还是买现成的好了。其实饺子和火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方便。好像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对于我来说，方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我最喜欢的水饺的口味是猪肉白菜馅儿的，因为非常经典不会出错，所以它在我的经常吃的食物列表之中。第3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美食是鸭血粉丝汤，这是一道南京的传统美食。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清淡的菜，
鸭血粉丝汤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要说一说我为什么非常喜欢鸭血粉丝汤，因为很难得有一道菜，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没有一个是我不喜欢的，就是这一碗汤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喜欢的。每当我喝鸭血粉丝汤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这道菜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怎么会每一个配菜都那么的合我的口味呢？第4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道美食是水煮肉，它可以水煮牛肉、鱼肉还有猪肉，这些是比较常吃的种类，水煮的种类。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水煮鱼肉，因为就是吃上去非常非常入味，让我觉得吃完了之后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吃水煮鱼肉。当然这也是我个人口味，如果你想尝试水煮牛肉或者是水煮猪肉都可以，欢迎大家尝试。再接着我要和大家介绍的美食是小笼包，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都听说过吧，应该也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吃过小笼包了。我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惊讶，它的皮竟然可以那么薄，而且非常多汁。虽然我吃小笼包的次数不多，但是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印象深刻，而且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推荐小笼包。如果大家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小笼包的话，那就好好的品尝吧。说了那么多油腻的东西，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样非常清爽的东西，它叫茉莉花茶。准确的说，它不是食物，而是饮品，它是茶类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茉莉花是我最喜欢的花。在夏天，它在夏天盛开，非常的清香。我喜欢它的味道，让我觉得清爽。我也喜欢任何茉莉花味的东西。在中国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花茶，比如说玫瑰花茶各种各样的花茶，其实我也没有了解很多，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茉莉花茶了。当你喝第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清爽，非常可口，尤其在夏天非常的闷热。当你闻到茉莉花，喝一口茉莉花茶，那真是人间享受。我对茉莉花茶的喜爱远远超过任何的其他的饮料，所以在这里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最后说起中国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的街头小吃，比如说小龙虾、锅盔、烧饼、煎饼、馄饨、冰糖葫芦等等等等，非常非常丰富。大家如果来中国的话，可以尝试吃这些。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怎么卫生，但我相信没有任何的美食是绝对的卫生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些东西，尽情的吃吧。在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情有独钟的一道街头美食，就是烧烤。烧烤有不同种类，比如说炭烤的，石头上面烤的，铁板烧，是不一样的方式，但都属于烧烤。我尤其喜欢吃炭烤的，因为非常入味，也是最原始的一种制作方法，所以我喜欢吃炭烤的。我觉得，如果说到了晚上，要选一道美食，
叫深夜美食的话，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烧烤吧，因为如果你想在晚上点外卖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外卖都是烧烤，所以烧烤是中国美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当我在深夜吃上一顿火锅或者是烧烤，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就是有滋有味的生活，让我觉得心满意足。好啦，我们这期的视频就讲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美食，其实还有非常多，我在这里讲的仅仅只是中国美食的一角，所以如果大家对中国美食感兴趣的话，那就来中国尝试中国的美食吧。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我相信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推荐，但在一个视频当中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美食都讲下来的。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一期的视频学习更加地道的中文中文的口语也好，还有一些单词表达方式。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想要看什么样的视频，或者是对我的视频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都可以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见喽，拜。